掉牙和寿命有关，60岁后剩多少颗牙齿才正常？快看你的达标了没！随着退休日期的逐渐来临，老张的心情越发开阔和明朗。他终于可以抛开所有责任，尽情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。于是，他和老伴共同商议了一个完美的老年生活方案，尤其注重对生活的健康管理与培养。而老张平时就是一个食物喜爱者，对饮食这一块做出了非常明确而完美的方案。然后出现一件事情，让老两口不得不停止计划。原来，临退休的前几天，老张突然被检查出患有比较严重的牙周炎，需要拔牙，一拔就是4颗。再加上之前早已脱落的牙齿，老李的好牙也就剩下10颗左右。没有一口好牙，没有办法品尝更多的食物，这可让老李伤透了心。并且他还听周围邻居说掉牙也和寿命有关，自己掉了这么多颗牙齿，寿命是不是也会减少？相信老李的这种担忧也是很多人需要面临的问题。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掉牙是很自然的现象，而掉牙的数量越多，所能享受到的美味也就越少。但是掉牙和寿命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？所剩的牙齿要有多少颗才是60岁人群的正常标准？一起进入今天的内容。1. 你所忽视的牙齿重要性。牙齿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于咀嚼食物。通过牙齿之间的切割、撕裂、捣碎和磨细，再经过唾液对食物的消化和分解，食物才能进一步被加工，最终完成对正常生命活动的能量维持作用。但如果你只知道牙齿的这个作用，也未必太小看牙齿了。通过牙齿与嘴唇、舌头的共同参与和配合，才能让人类发出准确和高清晰度的发音。尤其是前牙，出现任何位置异常或缺损都会影响到发音情况。其次，牙齿对于维持面部形态起着重要作用。对这一点深有体会的应该是各大明星。很多明星通过牙齿数量的增减，可以获得更完美的脸型。而说到这一功能的本质，就是通过牙齿和牙槽骨来保证牙弓和咬合的正常，最终让面部看起来更加自然丰满。而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群，因为牙齿的缺失会让面部看起来有种塌陷感，脸部也更容易出现皱纹。此外，牙齿的重要还体现在维持口腔结构的稳定性。在咀嚼的过程中，这种力会通过牙根传导至颌骨，间接会刺激到颌骨的发育，而颌骨对口腔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基于这些作用，使得牙齿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也让牙齿成为人体最硬的器官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中，不同位置的牙齿已经有了各自分工，如此高效运作才让人类完成所有活动。牙齿可以分为切牙、尖牙、双尖牙和磨牙。切牙就是负责切断食物，尖牙负责撕裂食物，双尖牙负责协助撕裂和捣碎食物，磨牙负责磨细食物。这4种不同类型的牙齿数量，最终让正常人群拥有28到32颗牙齿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，牙齿出现松动和脱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。那么对于60岁以后的人群，剩余牙齿有多少才是合理范围？牙齿掉落和寿命究竟有没有联系？2. 牙齿和寿命有关。根据大量牙科专家的说法，到了60岁之后，身体的各项功能已经进入衰退时期，而牙齿也会出现脱落情况。基于这个正常生理过程，专家们认为保持在20到28颗的数量最为正常。我国根据口腔健康流学病学的调查，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。对于65到74岁之间的人群，牙齿数量为22.5颗比较合理。2个数据结合一下，也在说明60岁以后的老人牙齿数量要最起码保持在20颗。而至于牙齿和寿命到底有没有联系，丹麦的研究人员做过调查，这是基于对将近600个年龄大致在70岁的老年人进行的21年的调查和研究。研究结果为拥有20颗牙齿的老年人比拥有少于10颗的老年人的寿命要高。当然，这项研究存在一定缺陷，比如它仅研究的是丹麦国家老年人，种类过于单一。但这并不能全面否定这项研究结论的正确性。至于寿命和牙齿数量之间为什么有联系，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。1. 吸收问题。能量是人类进行一切生命活动的前期，没有能量的充足摄入，生命也将迎来浩劫阶段。
此外，想要更加长寿，意味着必须摄取充足的营养素，而这就更加强调了牙齿的重要性。掉落过多的牙齿，即使在假牙的帮助下可以完成咬合，但或多或少也会存在一些食物限制，比如不能吃一些过于黏黏坚硬的东西。而一旦缺少这类食物的摄入，很可能意味着某一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摄入的减少，在时间的发酵下，最终影响到生命质量和时间。二、心理问题。在我国，民以食为天，食物高于一切。我国所拍摄的很多有关食物的纪录片也在强调这一点。充足的食物摄入不仅仅只是满足口腹之欲，说的深远一些，它包含了我国的几千年的文化。而牙齿掉落过多，无法像之前那样正常摄入食物，那些热爱美食的老人们黯然失色，就像前文所提到的老张而产生抑郁情绪。与此伴随的是，牙齿掉落过多会让面部更加凹陷，尤其对于女人会产生更多的褶皱，非常影响容颜。牙齿掉落过多也会出现发音不清晰、不准确的问题，非常影响他人的听力。这三个因素加起来，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老年人群的正常心理状态，而联系到寿命，长期的负面情绪会直接影响到寿命。那是不是意味着老年人群就要坐以待毙，等待牙齿脱落，接受现实呢？当然不是，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通过积极有效的方式，尽可能的得到健康牙齿。以下提供一些妙招，供大家参考。三、如何拥有健康的牙齿？一、坚持刷好牙。刷牙是维护口腔健康的最直接的方式。正常人群每日要坚持2次刷牙，也就是早晨和晚上。刷牙时间不能过长，也不能过短，一般维持2到3分钟即可。牙刷要尽量选择软毛，牙膏也要选择温和不刺激。而在刷牙方式上，不能一股脑的横刷或者竖刷，而是要将刷头倾斜45度后往外旋转。刷牙力度全程不能过轻，不能过重。过轻的话不能很好清洁牙齿，过重会破坏牙齿保护膜，尤其是使用电动牙刷的人群要把控好力度。二、学会使用牙线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吃完饭后很多人的习惯就是用尖锐物品剔牙，殊不知这样做非常容易让牙和牙的间距变大，而使用牙线的话可以有效避免这一问题，并且牙线可以增加与牙面的作用面积，最大限度的防止食物残渣积聚。三、学会戒烟。烟中含有几十种致癌物质，这些致癌物质可以大大提高患各种癌症的风险。而在吸的过程中，烟草中的化学物质也极易与口腔内的细菌形成牙科菌斑。因此，在生活中，那些常年抽烟的人群牙齿往是黄色，不仅看起来难看，而且非常容易引发牙结石、牙龈炎等牙齿疾病，而作用到全身，也非常容易影响五脏六腑的健康。四、合理控糖。对于牙齿而言，最可怕的一类食物就是糖果。大量摄入糖类是最容易导致牙龈问题，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控糖。而糖类物质不仅仅包括糖果、甜品、甜食、碳酸饮料，也包括大量摄入水果。果糖也是一种糖。正确的饮食观念应该是每天摄入的糖分不应该超过总摄入的 5%， 水果在所有营养素的比例也不应该超过 20%。五、定期进行口腔检查。定期进行口腔检查，不仅是为了进行洗牙，更是为了通过检查牙齿来起到预防和提早控制的作用，防止小病拖成大病。对于正常人群，要保证每年都要洗1次牙以及1次口腔检查。结语：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，人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也将出现退化，而这些退化让人类无法像之前那样正常运行。不过说到根本上，牙齿的退化，老年人首要关注的问题。毕竟牙齿的掉落意味着摄入营养素的不足以及带给的负面情绪，而这些都会与寿命产生直接关联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随着年轻人们工作的繁忙，生活压力的增加，牙齿问题越来越年轻化，很多人在比较小的年纪就不得不进行拔牙，而这些问题也再次告诉我们保护牙齿的重要性。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正确刷牙、合理使用牙线、限制糖的摄入、定期进行检查、戒烟之外，同样离不开健康生活的辅助。合理的运动、积极而平和的心态、充足而合理的睡眠，不仅可以改善身心，
还会让护牙这一事件更加有效。你还有哪些护牙小技巧吗？不妨在评论区分享出来，和大家共同探讨。